感谢阿美洛中国娘之锦鲤娘机械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键盘艺术家阿米洛。哎，拿走！都叫你用汽油联机吧，不要再乱飘了，吓死个人。告别漂移延迟，联机加速不丢包，就用汽油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今天要聊的是赤痕夜之仪式，赤痕是官方的翻译啊，可能更多人喜欢叫血盔、血污哈。那我们这里呢，还是用官方的名字赤痕。众所周知，这款游戏是个众筹起来的游戏啊。自从有了众筹这个形式之后呢，就帮助了不少独立游戏团队完成很多优秀的作品，当然也有至今还没完成的游戏。那既然需要众筹，就表示制作团队没什么钱。之所以会没钱，不就是因为没有背书，找不到钱嘛？因此，大部分众筹的团队都是相对弱势或者刚起步的小团队。但是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有些特别知名，甚至是大牌啊，本该很容易找到资金的大制作人，却都来通过众筹这个形式来开发游戏。这款赤痕就是恶魔城的系列之父五十岚孝司的众筹项目，这就是个很有趣但也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去回味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对这种现象的解读呢，我们会放在尾巴部分。那现在说说游戏本身吧。大家上一次听到恶魔城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呢？老贼的魂系列、Team Cherry 的空洞骑士、苦难的言语避难所，还是老任的大乱斗呢？只要最近几年有关注过游戏圈，类银河恶魔城游戏就是一个跑不开的话题。事实上，我们所说的银河恶魔城中的恶魔城，主要指的是自1997年发售的《月下夜想曲》之后，由五十岚孝司主导开发的系列作品。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岚孝司明明不是恶魔城的创始人，却会被称为恶魔城之父的原因。在月下之前，恶魔城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横版过关游戏，游戏方式和早期作品没有太大区别。直到五十岚孝司的加入，才大幅增强养成要素，确立了通过不同的能力将2D 沙盒大地图分割成多个独立却又相互连接的单元，并从而鼓励玩家探索允许个性化的恶魔城的基调。真结局里异想天开的逆城设计，也就是把整个地图上下颠倒变成全新的地图的创意，也带给了我们那个年代独有的美好回忆。时至今日，改变了恶魔城命运的《月下夜想曲》依旧被无数玩家奉为系列最佳。只可惜，这种出道即巅峰的传奇，对一个游戏系列来说，并不是特别令人开心的荣誉啊。即便之后也不乏佳作，但对恶魔城而言，上有月下这座高山越不过，下有2D 向3D 过渡的时代鸿沟。随着暗影之王系列的转型失败，以及科乐美重心向手游倾斜的战略布局，恶魔城系列渐渐没落成无人问津的古堡。而转机发生在2013年，那时道传金二跳出来了，他为洛克人的精神续作《无敌9号》发起了众筹，并成功筹集到超过400万美元。这个事件深深刺激到了还在渴望制作横版恶魔城的五十岚孝司，他意识到原来众筹也是可以的，所以最终五十岚孝司离开了科乐美，于2015年公布了赤痕夜之仪式的众筹项目，并迅速获得了550万美元以上的众筹资金，直到后来沙漠3才刷新了这一记录。这一系列事件放在当年或许很振奋人心啊，但是现在看来确实另一番滋味。带头的无敌9号确认翻车，筹钱最多的沙漠3看起来也问题不少，临近发售还搞出了 Epic 独占这样的骚操作，不得不说真有你的身影。所以同为日本名制作人，
加众筹加跳票的赤痕，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下一个吐槽的候补。不少人都撸起了袖子准备开喷了，就连我们也隐隐约约的感到担心啊。结果50岚大叔还是稳住了方向盘啊，不但没有翻车，还弯道超车。我得说，赤痕夜之一事的确没有让玩家白等，还真对得起50岚这张脸啊。在实际玩过赤痕之后，别说精神续作了，这游戏直接改名叫《恶魔城赤痕》也完全没有问题。除了画面上的微妙差异，赤痕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骨骼到肌肉，乃至整个血管里流淌的都是恶魔城的基因。这种感觉首先就来自于游戏的配乐，熟悉的开场，熟悉的旋律，3根10之流的哥特摇滚回来啦。我相信每一个玩过恶魔城系列的玩家都会对他的音乐记忆犹新啊！管风琴、羽管键琴和弦乐的组合，仿佛能把我们从屏幕这头拉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和声小调则被用来体现阴暗恐怖的故事基调，配上游戏黑暗风的恶魔背景，可谓恰到好处。而作为一个日本人，3根10之流的配乐也融入了日本史熟悉的和声走向，以及一定程度的摇滚风格，这让恶魔城系列的配乐有着哥特的外表，却又非常符合亚洲人的审美。因为真正的哥特音乐其实是代表死亡的音乐，但我们实际听到的配乐却反而会有种恢宏的气势，一种给予玩家战斗动力的昂扬气氛。而适度的摇滚则又和动作游戏激烈的战斗相得益彰，可以说既满足了游戏本身的定位，又不会丢失作品的年代和风格特点。赤痕不但完美的继承了恶魔城的配乐风格，还一定程度上致敬了前辈准确来说是致敬了自己。比如说下面这段音乐。这2段音乐分别是玩家在月下和赤痕里第一次踏进城堡时出现的音乐，可以听得出两者在配器、旋律上的设计非常相似，只是赤痕的音色进化了，听起来更加辉煌真实。但对于老玩家而言，这种细节的还原会让人产生穿越时空的共鸣。然而这些仅仅是游戏的冰山一角，赤痕从战斗节奏、地图、地形分布到敌人设计，无一不带有恶魔城的影子。城堡入口又长又烦人的杂兵站，游戏前期就能获得的真空刃，双龙塔里竖直向上无限飞行怪和电梯的组合，大教堂上踩着钟楼攀爬的桥段，欧弟房间里酷似老爷子的设计，存在于地图某处的像素风关卡，可以上下颠倒地图的技能，以及勇者房间里那个拿着锁链的隐藏 BOSS 等等，彩蛋也好，致敬也好，能让老玩家触景生情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了。恶魔城系列另一个经典要素就是系统的多变性，不仅融入了成长因素，不同的技能组合、装备组合也能玩出完全不同的打法。当然，这种多变是相对于当时传统横版游戏来说的，现在来看，恶魔城的多变性就不算多了。但50岚笑师岂能容忍现在被别人追平呢？因此，本作的多变性也是集系列之大成啊。首先是武器异常丰富，邪恶的靴子、匕首、长剑、刺剑、巨剑、鞭子、斧子、太刀、长枪、盾牌、法杖、火枪等等多到不行啊！其中绝大部分都能在游戏开头获得，所以玩家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类似魂的碎片系统也是本作的重点了，不仅更进一步加大了多变性，还是赤痕或者血污这个名字的来源。赤痕里所有敌人死亡时都有几率掉落对应的碎片，碎片随着一声巨响插入女主角的体内，然后女主角就获得了这个敌人的技能，120多个敌人就有120多种碎片。碎片本身则分为主动、被动、指向、死魔等5种，需要分别安装，组合的方式真可谓千变万化。碎片本身又可以通过强化来提升层级，而持有多个相同的碎片还能提升等级，所以一个碎片可以最高层级9外加等级9，并且很多技能的提升确实会大大加强技能的实用度。可能一个简单的火球在提升发射数量之后，就能成为前期杀敌的神器，又或者搞个巨盾碎片实现站桩微手流，外观档还能变身成兔女郎大煞四方。被动强满之后呢，甚至可以成为永久被动，无需装备。
使魔的选择策略也有不同的倾向，要奶妈，要辅助，要攻击，还是要放风筝？海量的武器配合上海量的技能，千奇百怪的玩法，没有你拿不到的哈，只有你想不到的。赤痕完全可以在每个周末里都打出完全不同的风格，从此通宵不是梦了。如果说很多游戏如空洞骑士都是用做减法的方式设计游戏，那赤痕就是用做加法的方式去设计游戏。用简单的系统组合出多变的玩法，是现在游戏流行的概念。这样好设计，容易上手，方便预测玩家行为。但赤痕则是用复杂的系统给玩家几乎无限的选择，这是非常难做，也非常容易翻车的啊。五十岚孝司作为在游戏界打拼多年的老手，没理由不知道这种趋势啊。但他依然选择这么做，并且变本加厉，真是个任性的坏老头啊！但他也确实证明了自己功底足够深厚，也确实没有翻车，并很好的把这么多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提供给玩家无限组合。不过呢，对于没有玩过恶魔城的新玩家来说，我也打个预防针啊。赤痕的操作逻辑还是比较复古的，人物不能向上向下攻击，顶多只能斜下攻击。对于一些空中和地下的小单位，不习惯的话会非常抓狂。游戏的默认攻击也是一个动作重复，而不是几个动作循环连招，直来直去还有点木讷。人物受到任何伤害都会出现很大的击退硬直，并且没有受击无敌时间。如果玩家不调整好位置，可能会一直挨打到死。总而言之，就是以前恶魔城的那一套，少了现代动作游戏的流畅的感觉。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五十岚孝司做不到进化，毕竟看看产泽骑士的预告片就知道，上下攻击现在这么普及了，怎么可能做不出来呢？但赤痕就是刻意想要追求恶魔城的复古，这算是五十岚孝司对自己的坚持，也算是对参与众筹玩家的回应。因为大多数众筹玩家就是想要原汁原味的恶魔城，只是对广大玩家能不能接受这种复古，就见仁见智了啊。好消息是，赤痕至少继承了月下的操作系统。每个武器虽然只有一个默认动作，但部分武器会有特殊的必杀技，需要玩家戳招触发。起初这些必杀技是对应武器独占的，但只要熟练度攒满了，这个武器的必杀技就能应用到所有同类的武器上。也就是说，其实招式是越打越多的啊，越是专注于一种类型的武器，拓展空间就越大。当然，如果嫌错招麻烦的话，和我一样做个懒癌平 A 流也完全没问题。反正恶魔城是 ARPG， 打不过可以刷级刷装备嘛。赤痕里还可以刷料理，各种神棍玩法层出不穷，怎么着都可以通关的。当然了，作为一个众筹游戏，赤痕在细节上的问题也确实不少，比如 UI 界面文字重叠、物品掉落 bug 都是家常便饭啊。还有国内玩家抱怨最多的翻译质量，由于这次赤痕的中文是根据英文翻译的，英文的文案和日文文案又有不小的差距，加上本身翻译的水平就不高，所以体验上确实有点搞笑啊。而且游戏里的支线系统也过于简单粗暴，说杀怪就真的杀怪，说要东西就真的只会要东西，连对白都懒得换一句。3个 NPC 的支线从头到尾都一个调调，走走形式也是有够敷衍了事啊。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说赤痕是一款好游戏，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恶魔城游戏，一个连科乐美自己都再也做不出来的游戏。对于愿意花钱赞助五十岚孝司的玩家来说，这就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一个古老系列的现代复刻，一趟梦回恶魔城的穿越之旅。丰富的装备，自由的养成，巨大的城堡，泪目的情怀，坐在钢琴前，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和妖精的歌声，这一刻的回味享受或许胜过 3A 大作。对了，它也不完全是原汁原味啊。3D 后画的画面虽然没有 3A 大作那么有电影感，但高清化的小姐姐还是比像素大叔看得养眼啊。或许应该说，这是草莓味的恶魔城。我们 GameCare 组建游戏开发团队的事，估计大部分我们的观众都知道了。我说过，我们并不会因为开发游戏而怠慢视频节目，这是我们的立命之本啊。相反，我们反而会把开发时产出来的结论、思想等等，更多的做成视频，让大家对游戏开发幕后的故事和知识有更多的了解。这里面包括了我们自己项目的思考，也包括了我们对别人游戏的剖析和研究。我暂且将这个部分称为游戏创造自习室。现阶段我们会挑选一些合适的游戏，把这部分先放到就知道玩游戏这个节目里。如果大家喜欢随着我们积累内容多了，以后再独立成一个节目。而这款赤痕
就是我们很好的研究对象。所以接下来从游戏开发的技巧方面，看看五十岚校师开发游戏的小心思。探索和养成是月下之后恶魔城的2大核心，这也是后来银河恶魔城这个游戏类型的核心。老贼的魂系列其实也沿用了这个理念，贪念促使我们追求更好的装备，能力的成长解锁了探索的范围，好奇心怂恿玩家踏进未知的土地。原始冲动总是能够激发人类自由探索的欲望，而如何精心呵护，同时又利用自由探索这个欲望，就是这类型游戏最核心的基本功。尽管各种游戏的设定不尽相同，但整体来说，这类游戏对于探索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尽可能的消除主动指引的同时，又让玩家的行为处于可控的范围内。说人话就是要控制玩家的行为，但是又要让玩家觉得是自由探索。听起来有点矛盾啊。但游戏设计嘛，本质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问题，像矛力还是盾尖这种自古难断的问题，游戏设计师一直在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析赤痕，来一探此类游戏是如何设计这个矛盾的。不过这个过程会造成前期攻略流程上的一点剧透，所以请自行斟酌是否要继续观看啊。为了避免主动指引或者教学的出现，此类游戏的做法就是提供案例，放置诱饵，然后制造障碍。就拿赤魂来说，首先主角出生在船舱，玩家向右走，来到了新的房间，很快就会遇到第一个疑问，这是一个需要2段跳才能跳上的平台，现在的玩家还无法跳上。类似的设计在新手区不止一个啊。这就是第一个无声的教学，它有3个用处。第一，它告诉了我们后面的流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看得到但过不去的障碍，它提醒玩家不要过多的为此而烦恼，以后一定会有方法解决。第二，这个设计也是一个心理锚定，它提前告诉玩家未来一定能学到2段跳，因此玩家在探索时就会抱有目标和期待。这种隐约能猜到目标但不知何时能得到的心理，对玩家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能拉着玩家多探索一阵，不容易退出游戏。最后它让以后玩家一旦学会了新技能，就能立马想到曾经走过的路上有哪里还没探索。按照常理来说，应该学了2段跳之后才出现2段跳的地形，但发现了没有啊？游戏没有做什么实质说明，只是把后面才会用到的地形提前放出来，就把恶魔城里最基础的探索思维悄然定型。接下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这个地图的甲板上安排了一个鸟人，这不是骂人啊，他真的是个鸟人。为了打倒他，玩家需要跳起来攻击，这样很容易会发现背景的桅杆是可以踩上去的啊。沿着桅杆向左还能发现一个奖励区域，打破最里面的墙壁还能有隐藏道具。这里游戏仅仅用了鸟人这一个诱饵，就诱导玩家明白了赤痕这个游戏里隐藏着很多不在主线上的宝箱，而且部分墙壁是可以破坏的。不到5分钟的流程，却将恶魔城的游戏方式做成了经典案例。之后继续前进，来到了据点，这里又提供了2个案例，一是玩家和小姐姐对话，获得了钥匙才能开门；第二就是出去之后这个被木棍抵住的房门，玩家只有从另一头才能打开这个捷径。简单明了了，介绍了2种开门的方式。接着城堡入口是一个岔路，向右遇到水路过不去，又是一个未来技能的锚定铺垫。而向左运用之前的经验，会发现隐藏房间里的8bit 硬币。向上可以回到之前被木棍抵住的房门，如果之前错过的话呢，这里又是一个机会。在真正的冒险开始之前，游戏再一次强调了岔路、障碍、隐藏区域这几个关键词，因此哪怕是完全的新手，到这里估计也已经大概掌握了赤痕的套路。之后进入城堡就是一直战斗啊，到最后的寂静花园，在马车这里停下，发现移不开石头，马车过不去，所以只能向左上继续探索。打完 BOSS 后，来到大教堂区域，这里玩家又遇到个新元素反射镜，而且游戏很鸡贼的在醒目位置摆放了道具，所以虽然现在玩家还过不去，但是我们心里已经默默的记下了这个地方。继续前进之后，会遇到 BOSS 工艺品，这个房间里有着和马车一样的石头，而且 BOSS 会拿起这些石头来攻击玩家，这暗示就再明显不过啦。事实上之后，所有可以取得重要能力的 BOSS 战基本都是这样的案例演示。游戏直到通关都指引着玩家进入虚假的结局，玩家还真就得跳脱出游戏下意识的控制，才能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结局。
这个就是恶魔城系列一向的传统啊，具体我就不剧透了，大家自己体验吧。赤痕的流程大致梳理下来，我们能很明显的发现一点，这游戏其实很线性，先打什么后打什么，逻辑关系很明确。游戏一直都用这种看似无意的安排，牢牢地控制着玩家的行为，但却通过巧妙的设计，一直让玩家以为自己在自由探索。这是一种美好的欺骗，美好的错觉。包括其他银河恶魔城的游戏，老贼的魂系列，口碑爆棚的空洞骑士，相比于公式化的开放世界，他们的流程很大一部分都是线性的。然而大家并不会有线性游戏的束缚感，这就是好的银河恶魔城游戏关卡设计核心的一点。很多时候制作游戏最难的不是给玩家提供多少自由度，而是如何给玩家提供规划好的自由。即便这世上也有我的世界这种纯粹追求玩法的作品，但我始终相信，对于大部分游戏而言，绝对的自由并不是好的设计。为什么现在独立游戏越来越盛行呢？因为独立团队的游戏是有诉求的，他们千辛万苦制作个游戏是有东西要表达的，所以越是独立游戏就越专注于如何将游戏的内容输送给玩家。这个过程就是对玩家的引导，他们努力限制住玩家的自由，恰恰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他们规划好的情感之中，而这正是很多 3A 大作背后那庞大的大数据所无法模拟的。因此这几年类银河恶魔城游戏的复兴，既是老玩家们对旧时代的怀念，也是对当下 3A 大作自由泛滥的一种不满吧。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最近总有很多名制作人来采用众筹的方式呢？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就是缺钱呗，事实上钱还真不是个大问题。如果稍微接触过创业或者融资的就知道，现在等着投资的钱其实并不少不管国内外都一样。就算这几年资本寒冬，但比起过去，投资界仍然是富裕的。寒冬的只是大家更谨慎了，而不是没钱了。那或许有人说，是因为资本不想投游戏了，而去投那些更好炒作的项目呢？这个其实也不对首先，现在游戏仍然是如日中天的行业，并没有衰落的迹象，它已经证明了是个可赚钱的投资。现在也没有进入市场饱和毕竟不是手机这种几年才消费一次的产品。其次，游戏赚的钱虽然没有那些科技新概念来得多，但需要投资的钱也同样没有那么高。就回报率来看，游戏依然是有很高的价值。投资人看的是回报率，而不是看回报绝对值。最后，投资人也不是傻子不会所有篮子都放在一个鸡蛋里。不管科技概念项目再火再好炒作，投资人也不会把全部的钱都投进去，一定会按比例分配，把一部分钱拿来投资文娱项目。别的行业再怎么风口上的猪，那也只是吸引更多的资金总量的加入，并不会太大的改变资本对各行业的投资的比例说了这么多，反正就是2点：市场仍然有钱，游戏仍然是投资热门。而有经验的投资人都知道，投资其实投的不是项目，而是投人。一个人如果有实力、有成功案例、有号召力、有信念、有信用，那么这个人就是值得投资的。那这么看的话，从大公司辞职出来的名制作人，应该都是值得投资的目标不管是五十岚孝司也好，铃木玉也好，稻船静二也好，都应该是不难找投资的不敢说很容易，但他们只要愿意配合，至少是不难的至少是不应该沦落到只能众筹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有一定成分是自己选择众筹的，因为他们想成为独立开发商。虽然刚才说资本很愿意投资游戏，但毕竟是资本一旦投资了就会参与决策。虽然我相信真的有热爱这个游戏的 IP 的投资人，但那个太少了，也不符合理性。这些项目一旦一开始就获得了投资，那就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众筹的好处就是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产品也只要对参与众筹的人负责，不管是开发方还是消费者都精准匹配，不用考虑其他立场。因此赤痕就是这样的作品，不管是五十岚孝司还是支持者，要的都是这样一款复古的恶魔城游戏。这种创作自由、精准人群定位，对制作人来说有着无法舍弃的吸引力。而如果经过1-2次众筹后成功了，证明了自己任性的设计是有市场价值的，那之后再和资本谈判就更有底气
坚持自己的立场。通过2座众筹的神界原罪而成功的拉瑞安和2座众筹的永恒之柱成功的黑曜石，后来不都获得了资本的加持，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话语权吗？众筹就像是一把锋利的石中剑，拔不出来则默默无闻，甚至一败涂地；而拔出来了，就将是和资本谈判的利器。表面上看是有钱或没钱做出的被动选择，实际上是独立游戏和商业游戏的角力，是自由思想和数据分析的抗争。这里没有谁对谁错，但市场有对抗就一定是更好的。所以不管是已经翻车了的神奇9号，是已经获得大众认可的赤痕夜之仪式，还是看上去很有可能翻车的沙漠3，都希望各位在评价游戏之余，也能拥有跳脱出游戏看待整个行业的眼光，而不要仅仅因为游戏比较复古，游戏品质不高，就对这些主动选择众筹的名制作人冷嘲热讽。更不要抱着那种你 TM 也有今天，好我就知道会翻车的幸灾乐祸的心态。毕竟我们也不希望所有游戏都是用大数据算出来的千人一面吧。游戏有好坏，项目有成败，但独立自由的精神永远值得存在。赤痕夜之仪式这款游戏的购买驱动力非常显眼啊，那就是基本原味重现的恶魔城的体验。虽然有些战斗呆板、画面不够华丽、玩法创新不大等槽点啊，但这些并不会影响恶魔城这个核心体验，相反，他们反而加深了这种体验。所以对恶魔城的老玩家呢，或者愿意体验复古恶魔城的新玩家来说，这个游戏基本是满分的，没有什么可以扣分的。除了中文版的翻译可以扣点分啊，但也仍然是个高分作品。但只要脱离了这个体验驱动力，只要有可能 get 不到恶魔城的魅力，那这个游戏对你来说就可能有很多可以抱怨的了。那样的话，不如就不要尝试了，还省点心啊。所以呢，总结赤痕这款游戏的核心体验就是现代高清化后的原汁原味的草莓味的恶魔城。好，我们第一次在视频里面融入了游戏创造自习室这个环节，第一次嘛，也不会说得太深，可能很多资深玩家早就总结出来了。未来呢，也不是每一个游戏视频都有这个环节，要看游戏本身是否合适。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留言，说这个环节的看法，或者提出你们想知道的更多问题，让我们慢慢积累和丰富这个环节的主题。谢谢各位啦。好，本视频就到这里啊 ，Game 会永在，我是聂俊，下期我们聊什么呢？上次说什么来着？忘了，算了，拜拜。